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第241期的亚当球鞋，我是你们的亚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双 Zoom LeBron NXXT GEN。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。詹姆斯20代你买了吗？你穿着打球了吗？确实，战20的整体配置以及外观都非常不错，还有特别多有意思的配色。但是作为实战党的我，它的实战表现是无法令我满意的。鞋面强度偏弱，中底立线不正，都是它非常明显的问题。不过看看它2级市场上面的价格，好像并没有因为它的实战性能而受到什么负面的影响。而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一双鞋 NXXT GEN， 它的全称我估计应该就是 Next Generation， 可以说它就是 LBJ 20的简版产品，也可以说它就是布朗尼的第一代战靴。当然，它也意味着下一个时代的到来。我猜测詹姆斯的第21代战靴是不是有可能会像 AJ 一样去致敬他的第一代签名鞋呢？你觉得有没有可能？整体的外观造型跟 LBJ 20非常相似，但是在配置方面有着明显的下降。中底外包的泡棉从 LBJ 20身上的 Cushion 改为了全掌的 Phylon， 中底的碳板也取消掉了，鞋面也改为了比较廉价的这种 TPU 混纱材质。虽然它在整体的配置方面确实有所下降，但是它比它的老大哥 LBJ 20光说实战这一个层面，它绝对是要更强一些的。首先，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大底，在大底方面，这一双鞋的纹路跟 LBJ 20走的是同一个路线，只不过在纹路里面的内容并不太一样。纹路布置非常复杂，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。在干净的场地上面，它可以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。在做一些变向动作或者是在制动的时候，它的大底基本上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。不过它在吸灰方面的控制做的并不是特别出色，大底的纹路在部分位置的布局略微有一点密集，并且它所搭载的这个半透明的水晶底是具有一定粘性的，对于灰尘的敏感度略高。如果场地上面有灰尘，那就需要不断用手去擦拭鞋底，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。而在耐磨性方面，它的表现还算不错，大底的橡胶硬度在硬度计的测试下，硬度在65左右，穿它用来进行塑胶场地上面的实战是绝对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不过水泥地的话，我并不是特别推荐，除非后期的价格能到5折或者是更低一些的价位段，不然的话，水泥地还是不要考虑了。在中底方面，依旧使用了前后掌的 Zoom， 并且前掌也依旧使用了 Zoom Turbo。不过它在中底方面的最大改动还是将 Cushion 改为了 Phylon 这一个操作。中底外包的泡棉明显在硬度方面比 LBJ 20硬了很多，在实战的过程中，它的中底形变是比较小的，而且它在后跟处加入了一块外包式的 TPU 条，让后跟的立线以及稳定性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。穿在脚上的整体感觉4个字：四平八稳，不会有像战20一样的立线往外侧偏移的一个情况。而在中底的整体体验方面，它的表现其实并不是特别出众，确实在中底的配置方面非常出色，跟 LBJ 20一样的前后 Zoom 完全没有减配。不过由于中底部的厚度略厚，需要穿着一段时间之后，它的中底气垫才会有比较明显的脚感。而在磨合完成之后，它前后掌的气垫所提供的反馈还是比较明显的。前掌的反应性出色，在突破的过程中不会出现明显的泄力感，后跟的缓震表现也非常棒，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也完全不会震脚。不过它的中底厚度并不算薄，场地感表现并不出色。当然它的定位本来也就不是一双后卫鞋，那在这一方面自然也就无可厚非。好在中底的龙骨落差控制的比较合理，并没有明显的前高后低或者前低后高的感觉，但是它对于运动习惯的适配其实并不是特别高。球鞋的后跟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弧度，加上中底外包的缓震材料，整体的硬度是比较偏高的。穿它在使用全掌进行跑动的过程中，当它后跟接触到地面的那一刹那，它的过渡是非常生硬的，一点也不流畅。这一双鞋还是会更加适合使用前掌进行跑动的球员去进行选择。如果你习惯使用全掌跑动，那这一双鞋的跑动感受真的不是特别好。但是作为一双更加适合使用前掌进行跑动的篮球鞋，它在跑动时的滚动感表现真的差点意思。中底的抗扭片覆盖的范围偏小，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在我对它进行弯折的过程中，我基本上是不怎么需要用力的。可想而知，它在跑动的过程中，中底所提供的那种力反馈会明显比较小一些。
这双鞋还是更加适合打半场的兄弟们去进行选择。打全场的话，在跑动的过程中，总感觉它的中底有那么一点绵软无力。好在它的中底在抗扭性方面表现是 OK 的，在实战的过程中，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，脚底下的球鞋它的整体姿态可以保持得非常不错，整体的中底强度以及抗扭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。而且它在鞋面的强度方面同样有着出色的表现，虽然鞋面的材质比 LBJ 20明显要廉价了不少，但是在强度方面的表现完全没有问题。球鞋的鞋楦略微还是偏宽一点点，对于脚型的适配是比较广的，而且这一双鞋它的内部填充做得非常的扎实。我偏窄的脚型穿上这一双鞋，在系紧鞋带之后，它也能比较好的包裹住我的双脚，并且整体的包裹舒适度也非常棒，在跑动的过程中完全不会有硌脚或者是卡脚的感觉出现，在变向时脚在鞋内也不会出现位移，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出现掉跟或者是顶胶质的情况，在静态包裹以及动态锁定两个方面表现都非常出色，非常棒。全身的 TPU 混纱材质虽然按上去是非常软的，但是它的延展性很低，在强度方面的表现比 LBJ 身上搭载的那个新型的鞋面材质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虽然同样在鞋身的侧面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加固措施，但是在实战的过程中，你能明显感觉到它的鞋面支撑是没有问题的，是绝对够用的。在做一些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，脚底下非常的有信心，鞋面可以很好的兜住双脚，不会有那一种怕鞋面兜不住脚的恐慌，在做动作的时候会更加的放心。而且它在后跟处的支撑性也比较到位，后跟处的鞋面做出了比较明显的加强处理，并且内部的港宝硬度也比较可观，很好的保证了球鞋在脚踝处的支撑，足弓支撑也完全 OK。球鞋在足弓处做出了比较明显的内收，足弓处的鞋面强度也明显比其他部位的地方更高一些，足弓支撑表现非常不错，穿着时间长了也不会有足弓处的疲惫感，整体的支撑抗扭表现还是非常棒的，这一点大家也不需要去担心。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也同样十分出色，宽大的大底加上较硬的中底外包材料，后跟处还进行了硬质材料的包围，中底的重心控制的也比较合理，这些设计都让这一双鞋在稳定性方面有着更为出色的表现，穿它打球脚底下非常放心，非常踏实。不过这一双鞋前掌的大底面积略微偏宽了一些，并且大底的造型也非常的平整，穿在脚上的感觉就是4个字：四平八稳。这一双鞋虽然在重量方面控制的非常不错，单只42.5码的重量是356克，重量确实非常轻质，但是在灵活性方面就不是特别棒了。这一双鞋还是比较适合打法偏内线的球员去进行选择，如果你的打法比较偏向于外线，那这个鞋款一定不会是你想要的。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减，这一双鞋虽然是 LBJ 20的减版产品，但是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不过它更加适合偏内线打法的球员去进行选择，出色的缓震加上它优秀的稳定性以及过硬的整体强度，偏内线的球员选择这个鞋款绝对不会出错。而且它在脚型的适配方面也比较广，宽脚或者是足弓偏低的朋友都可以选择它。不过它的内靴调整范围并不是特别大，如果你的脚背比较高，这一双鞋我还是建议你去试穿一下，再决定是否要购买。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，在尺码选择方面，我平时耐克穿42.5，李宁穿42，这双鞋我选择42.5还是比较合适的，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。OK，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，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，我是亚当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，希望你可以关注我，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。好了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大家有空来做 ，peace。